大家好，我是老周。说100年前的时候，科学家们在对抗一种疾病，叫利什曼病，病原体是一种寄生虫，叫利什曼原虫。那么这种病传播范围非常广，而且致死率也不低，是人类健康的一个巨大威胁。虽然当时来说呢，治疗利什曼病的药物，也就是能杀死利什曼原虫的药物已经被开发出来了，但是投入使用之前，你得做实验是吧？得是能快速繁殖的，而且还从来没接触过利什曼原虫的动物才符合要求。那么1930年的时候呢，动物学家伊斯里尔·阿哈罗尼为医学界找到了理想的实验动物，就是叙利亚仓鼠。这种仓鼠只生活在叙利亚土耳其边境附近很小的一片区域，有点与世隔绝的意思，所以就很适合拿来做实验。据说当时阿哈罗尼找到了1只母仓鼠和11只小仓鼠这么一窝，把它们带回了耶路撒冷的实验室里。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到实验室的时候就只有4只小仓鼠活了下来，其他仓鼠都死掉了。那么活下来的这4只小仓鼠呢，后来可不得了了。叙利亚仓鼠本来只是偏安一隅的非常不起眼的一种穴居小动物，结果后来竟然入选了影响世界的100种动物，完全就是他们4个的功劳。这事儿待会儿咱还要详细说。那么说世界上除了叙利亚仓鼠之外，还有哪些奇异的仓鼠？然后他们都有哪些能惊掉你下巴的绝技？另外在特殊情况下呢，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举动这些话题都非常有意思。所以今天这期咱就来深挖一下仓鼠。那么大部分人知道仓鼠一般是通过宠物仓鼠是吧？都知道它们是种非常可爱的小宠物。不过实际上被当宠物养的只不过是少数几种。世界上目前已知有7属19种仓鼠，它们都来自哺乳纲啮齿目仓鼠科的仓鼠亚科，其中大多数仓鼠都分布在亚洲，然后少数分布在欧洲。那么在这儿要把仓鼠跟另外一种常见的宠物区分一下，就是豚鼠，也叫天竺鼠或者荷兰猪。豚鼠的原产地呢在南美，也是种很受欢迎的啮齿动物，不过体型上比仓鼠要大很多，回头咱可以单独来一起。那么仓鼠跟典型的老鼠有个最明显的区别，就是尾巴。老鼠尾巴比较长，一般跟身长差不多，仓鼠尾巴呢就非常短，通常只有身长的1/6左右，身体团起来的时候基本你都看不出来，就跟没长尾巴一样。它们跟老鼠就相当于无线鼠标和有线鼠标这么一个区别。然后说宠物圈里最常见的仓鼠，也是人气最高的仓鼠，就是金仓鼠。这家伙不是别人就是开头咱提到的叙利亚仓鼠。说当年阿哈罗尼带回来4只小仓鼠之后呢，人工繁殖搞得很成功，产生了很多后代，然后他们就被运往世界各地，成了科学家们理想的实验动物。那么有些实验结束之后剩下的仓鼠就被赠送给了宠物爱好者，让他们帮着抚养照顾。结果呢，一下就被宠物圈给相中了。所以叙利亚仓鼠就从医学界又跨界到了宠物界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因为叙利亚仓鼠毛色偏金色，所以宠物圈管它叫金仓鼠或者叫黄金鼠。当然现在金仓鼠的毛色已经不光是金色了，什么黑的、白的、灰的、棕的，各种花纹都有。不过不管什么颜色还是什么花纹，说现在世界上所有金仓鼠作为宠物的金仓鼠都是1930年那4只的后代，这个已经通过基因分析验证过了。另外尤其是什么呢，就是现在野生的叙利亚仓鼠其实数量非常少，目前是濒危物种，可能还不到2500只，分布范围不到5000平方公里，跟人工养殖的种群相比，它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所以动物学家们研究它们，也主要是研究人工养殖的金仓鼠。那么说金仓鼠的体型非常小巧，这可能也是它们受欢迎的一个原因。一般来说最大的也就10几厘米，体重大约100到150克，很轻松就可以托在手掌上，看起来特别可爱。而且金仓鼠这个大小呢，在宠物仓鼠里面这还算是大的。另外还有几种常见的仓鼠叫侏儒仓鼠，这些家伙长得更小，身长只有5到10厘米，拿在手里也就是个精灵球那么大，再加上身上还毛茸茸的，想想都招人喜欢是吧？尤其是好多小朋友特别喜欢。当然了，这么多仓鼠当中也有个头大的，比如世界上最大的仓鼠叫欧洲仓鼠。欧洲仓鼠能长到20-30厘米长，体重接近500克，差不多有豚鼠那么大了，看起来比较强壮，跑起来很有肉感。其实就颜值来说它们属于特别呆萌那种，也完全具备成为宠物的潜质。不过欧洲仓鼠呢数量非常少，目前是极度濒危物种，有人工繁殖也是为了野放和富裕的事儿，至于宠物那就不用考虑了。
那么认识完几种常见的仓鼠啊，接下来说说仓鼠的习性，尤其是它们那个匪夷所思的超能力，还有它们名字的来历。那么仓鼠的英文名呢叫 hamster， 这个词来自于德语，是囤积的意思。它跟中文名仓鼠里的仓字啊说的是同一件事儿，就是仓鼠爱囤积食物的习性。就说有些仓鼠洞里竟然被发现有10几公斤甚至几十公斤的食物，就很离谱。所以要储存这么多食物呢，搬运效率就很重要，是吧？仓鼠有个非常重要的构造叫颊囊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长在脸颊上的行囊，相当于俩袋子藏在嘴里面。那么说这俩袋子有多大呢？等它们装满了你就看出来了。说只要仓鼠找到了食物，就会直接往颊囊里塞，不管食物有多大，只要比嘴小就行。有时候咱看起来很大的东西，比如说栗子啊、核桃之类的，你说你先把它咬碎了再吞进去不行吗？人家完全不用，就那么整个往里塞，而且那张嘴就跟无底洞一样啊，感觉能盛好多好多东西，特别神奇。然后随着塞进去的越来越多呢，仓鼠的腮帮子也就越来越鼓了。这时候啊，你就能看出来它们颊囊有多大了。说完全装满的情况下啊，它们的颊囊能向后鼓到接近后腿的位置，然后脑袋胀成3倍大，有时候卡在罐子里都拔不出来了，搞得非常尴尬。而且啊，即便是嘴都快要绷不住了，只要还有食物，仓鼠还会使劲往里塞，实在塞不进去也要再叼上一块才走。总之它们对食物啊就是这么热爱。然后等回到住处呢，想要把食物吐出来也没那么容易，一个是因为塞得实在是太紧，已经完全没有余地了，再一个为了保持食物干燥啊，仓鼠搬运的时候不会分泌唾液，也就是说里面没什么润滑，所以不太好往外吐。最后仓鼠都得用爪子从外面帮忙，才能把食物一点一点给挤出来，看起来也是够费劲的。不过一下能攒这么多食物啊，仓鼠心里面肯定是很高兴，是吧？囤积食物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。那么说仓鼠收集食物啊，一般是在黄昏或者晚上，白天基本不出来，所以它们的视力呢就不怎么灵光，主要靠嗅觉和胡须的触觉来感知环境。比如赶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们经常是拖在地面上，这是干嘛呢？是在留下气味标记，因为仓鼠的腹部有气味线，蹭在地面上留下气味，待会儿闻着味儿就回去了，相当于标记了一条路线。另外来说，仓鼠啊还被发现有一定的回声定位的能力，它们的叫声频率非常高，有时候超出咱们的听觉范围。借助这些反弹回来的声波呢，它们也能大概判断周围的环境。好了，说完了仓鼠囤积食物的能力啊，接下来说它们另外一种超能力，这也是科学家们最看重的能力。那么养金仓鼠当宠物这事啊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特殊要求，但是澳大利亚不允许。澳大利亚明文规定，如果你要进口金仓鼠的话，只能用于科研目的，而且必须得养在高度安全的场所才行。你看这规定一说，大家也都明白是吧？就说明澳大利亚啊，真就被入侵物种给搞怕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说金仓鼠在原产地叙利亚和土耳其那块都已经是濒危物种了，它们能有入侵澳大利亚的实力吗？澳大利亚人可不敢冒这个险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一个是金仓鼠生活的环境呢，主要是干旱半干旱的环境，说澳大利亚大约有70%的面积都适合它们居住，一旦被它们扩散出去啊，那就相当于放虎归山了，它们哪都可以去，而且还没多少天敌吃它们。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金仓鼠的繁殖能力啊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一个直观的例子，咱可以和在澳大利亚泛滥到6亿只的兔子做个对比。说兔子的妊娠期大约是30天，金仓鼠呢只有16到18天，而且它们这个妊娠期啊，是所有哺乳动物当中最短的，非常厉害。然后一窝的数量呢，兔子一窝能生6到8只小兔子，金仓鼠基本上是8到10只，最多的能达到20多只，这点也胜过兔子。另外下一个指标是幼崽多长时间开始具备生育能力，兔子这边大约是4个月，金仓鼠呢竟然只要1个多月，小仓鼠出生1个多月就可以去生它自己的小仓鼠了，就这么离谱。那么唯一兔子稍微占优的是它1年可以生6到8窝，金仓鼠是5到6窝，不过差距也不大，也就是说金仓鼠的繁殖能力啊比兔子还要强很多，所以澳大利亚人才不敢大意是吧？另外金仓鼠还有个习性呢，是有领地意识，它们平常都是独居生活，有各自划分的领地，只有交配的时候才会碰面，而且完事之后马上就得分开，不然肯定会打起来，脾气非常火爆。然后说母仓鼠照顾幼崽啊，也有个时限，基本上3到4周幼崽就得赶紧走，
因为一旦母仓鼠认定它们成年了，就有可能会攻击它们，守卫自己的领地，甚至会把它们给吃掉，就这么残忍。而且来说还有一些情况下母仓鼠也有可能会吃掉幼崽，比如说它受到惊吓、感觉到压力的时候，或者食物短缺的时候，再或者人工繁育的幼崽一旦沾上了人类的气味，据说也有可能会被母仓鼠吃掉，这就是它们的本能。所以养殖仓鼠一般都要避免直接接触幼崽。那么人工养殖金仓鼠越来越成熟呢，大部分是满足了宠物市场的需求。不过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再接着往下说1930年的时候人类为了攻克利什曼病，第一次从叙利亚带走了金仓鼠。从那以后，它们就成了医学实验室里最常见的实验动物之一。一个是因为金仓鼠繁殖的特别快，这个咱刚才说了。然后再一个呢，是因为在某些疾病金仓鼠和人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你比如说代谢胆固醇，金仓鼠就跟人类很像，而且它们胆固醇摄入过量的话，也会诱发胆结石。所以科学家们就可以研究金仓鼠来探索预防和治疗胆结石的新技术。然后类似的疾病呢，还有糖尿病、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。金仓鼠在这些疾病也跟人类是一样的致病原理。另外科学家们还发现了，说金仓鼠尼古丁摄入过量的话，也有可能得肺癌。它跟人类吸烟导致肺癌的机理一样。所以呢，科学家们就利用金仓鼠来做实验，来研究吸烟对人类肺部疾病的影响。甚至还会用怀孕的金仓鼠来模拟吸烟对人类孕妇的影响，有类似这样的研究。总之来说呢，金仓鼠对人类健康的贡献还是很大的，帮人类对抗了很多疾病，咱应该感谢他们。然后另外还有个研究大家可能更感兴趣，跟减肥有关。尤其正在运动减肥的朋友应该都有个体会，就是运动完之后特别饿，自制力不强的话反而吃的更多了，这还怎么减肥是吧？科学家们对仓鼠的研究呢，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这项研究是2017年，研究人员让有些仓鼠使用仓鼠轮，让它们在上面跑，多运动。结果发现运动多的仓鼠呢，吃的更多，体重反而增加了。原因是运动刺激调节了某种激素分泌，然后这些激素又增进了仓鼠的食欲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研究人员又做了个尝试，就是利用药物阻断这些激素。结果运动多的仓鼠还真就没有吃的更多了，体重也没有增加。所以这可能是人类对抗肥胖的一个新思路。那么最后得说说养仓鼠当宠物的事儿。好多朋友养仓鼠有个常见的错误，就是笼子太小，可能觉得仓鼠本身就那么小，不需要太大的笼子，但其实并不是。因为仓鼠这种动物它跟猫狗或者兔子这些动物不一样，这些动物都是被人类驯化过的，包括豚鼠也是，跟人类打了几千年交道，它们对圈养环境已经很适应了。但是仓鼠呢，作为宠物只有几十年时间，性格跟野生仓鼠其实没什么区别。养在笼子里，它们就会感觉到有压力，所以养仓鼠的笼子应该尽可能要大一些。我看好多仓鼠协会也给出了建议，说至少得4000到5000平方厘米，差不多是1米长、半米宽的笼子才比较合适。然后再一个对仓鼠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仓鼠轮，因为这些家伙的天性就是跑来跑去的，你不让它们运动也不利于健康，最好给它们来上一个。不过选择仓鼠轮呢，也有个建议，就是直径最好大于30厘米。说轮子太小的话，仓鼠会一直弓着背跑步，时间长了脊柱会出问题，这个也要注意一下。那么至于好多朋友最关心的能不能吃、好不好吃的问题呢，仓鼠这一期咱就不讨论了，等后面说豚鼠的时候再聊这个话题。